最近上海市民共同在面对一件大事儿。吃完的小龙虾属于什么垃圾？中国产生的垃圾有多少？绝对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李金慧，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海洋塑料污染里边的80%以上是从陆源过去的，相当于39个台湾岛的面积。我们人给垃圾的关系那是互相伴生的。垃圾分类实际上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猪能吃的就是垃圾，猪不能吃的是干垃圾。会不会给民众带来太多的麻烦？就是从一个垃圾的制造者变成一个垃圾的管理者。所以到底是为什么没有做？甚至在环境学院都没能推广出来。您觉得无废时代真的可以实现吗？本期演讲者李金慧。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最近关注朋友圈的话，如果刚好你也有上海的朋友的话，你们会发现最近上海市民共同在面对一件大事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垃圾分类。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在很多年前我们就接触到的概念，但是为什么最近突然在上海爆发性的这个话题？因为从今年7月1号开始，上海正式开始执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那么对于上海市民来讲，扔垃圾跟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甚至爷爷奶奶们挑灯夜读，学习相关的规定，并且非常认真地讨论吃完的小龙虾属于什么垃圾。但是大家以为这仅仅是上海人民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吗？其实，一个垃圾分类的正式实施，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帷幕。所以，垃圾分类究竟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会突然成为中国人要面对的一件严肃的事情？垃圾分类到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垃圾分类的意义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给各位请到了一位专家，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李金慧，有请。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各位，请坐，请坐。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从现在开始，我们在李老师面前就不要再提垃圾这个词，因为在李老师看来，垃圾这个概念其实不准确，它应该叫做，如果从学术上讲，叫做固体废物。固体废物。因为李老师研究的方向就是关于固体废物的处理利用。是的，包括政策研究，包括这个处理处置技术的研究都包括。我曾经看过您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垃圾这个词儿啊，我们应该慢慢的在生活中把它淡化掉，因为给我们的感觉，垃圾好像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就是可以随手一扔的东西。你说的是对的，是吧？最近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要构建无废城市、无废城市、无废社会。就所有那些用剩下的东西，其实它转过头来，我们都可以再利用它。我们可以想办法尽量给它能回收利用的，让它进入到我们的生态系统里边。刚才我听到你们在讲上海的这个事情，我在想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们要打好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的攻坚战。那么刚才现在面临一场战争。对，
就是因为我今年3月份呢，参加了联合国环境大会。当时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它形成了好几个的关于废物方面的一个决议。你比方说，关于废物的环境无害化决议，关于化学品和废物的决议，关于海洋垃圾的决议，包括这个食品废物，都有一个东西来管。所以你就想一想，在联合国形成的20多个决议里边，固体废物占的比例相当高啊。但是这个会议真正落实到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在咱们国家，上海应该是这个大行动的一个排头兵。是的，其实我们国内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呼应联合国政治上的一些决议。当然，就是也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国家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但是对于您来讲，因为您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可能您研究的问题相当深。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在垃圾分类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究竟能做成怎样？之前大家是不是都做了一个测试啊？一共10道题，每题10分，有拿100分的吗？这样90分的有没有？1、2、3、4、60分的，及格线的。后面我还需要接着问吗？那这样60分以下的，统统举手。统统举。哇，您看看，没有达到及格线的，在我们今天占了一半以上。我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各位，我做完60分，刚刚踩在及格线上。大家能记住你们错的是哪几道题吗？我错的那道题特别奇特，其中有一道题是擤完鼻涕以后的卫生纸属于什么？湿垃圾。大家分干湿垃圾就从水分来看是吧？正确率仅为28.24%。您给大家解读一下这道题吧。为什么分干湿垃圾呢？是因为我们后续的处理过程是不一样的。焚烧主要是焚烧。假如我焚烧的话，我如果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含水率，其实这个水的过程就是一个消耗很多的能源。对。那这样的话对环境是不利的，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分开。即使你有点鼻涕，其实这个纸呢，它也不是容易降解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给它归到焚烧这个过程，因为你的鼻涕内的水实在没多少。所以有一个问题，可能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不知道。一说纸，大家都觉得是可回收的，但其实餐巾纸、卫生纸是属于不可回收的干垃圾。就是在纸当中，对，你那个牛皮纸啊、包装纸壳啊、用完的那个 A4 的复印纸啊，这些都可以放到回收的垃圾类里面。但是餐巾纸、卫生纸、面巾纸，这些是属于不可回收的，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到干垃圾里。我相信今天是一个好机会，澄清很多人的误解，澄清很多人的疑惑。当然，更重要的是指明我们的垃圾分类这个事情。究竟它的意义何在？未来我们的应该走的方向是什么？讲台交给您，有请李老师为我们开讲。好，谢谢。今年3月份参加联合国环境大会，5月份参加公约的会议，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对海洋塑料关注的程度非常之高。那么大家可能想，海洋塑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海洋塑料污染里边的80%以上是从陆源过去的，是从陆地给迁移过去的，到海洋里边去的。在东太平洋地区有一个塑料岛，那这个塑料岛有多大呢？相当于39个我们国家的台湾岛的面积。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塑料垃圾问题非常突出了。那这个好像离我们太久远了，大家会关注吗？当然不关注。但如果你再想一想，就是我们这个海洋垃圾虽然很慢，但是它也会慢慢会变得易脆，然后有一些崩裂成小碎片，几个纳米、几个微米、几个毫米，最后它变成了微塑料。这个微塑料通过生态系统，比方说我们吃鱼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吃了好像多少个塑料微珠，这个塑料碎片，因为那鱼吃进去了，它也不降解呀，
那这种微塑料它会通过生物链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恐怕就会觉得，哎呀，塑料问题跟我相关。其实垃圾给我们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们人给垃圾的关系，那是互相伴生的。正是因为我们有人我们有智慧，我们制造出工具来了，是吧？这个工具本身就将来就会变成废物。那我有工具，我要生产产品，那我这个产品使用完了也变成废物。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开采了大量的地下矿产资源，就是这些地下的矿产资源，把它拿到上边来，它要完成它的使命，它要承担一定的使用功能。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生产更多的产品，消耗更多的产品，也产生更多的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垃圾呢也是记录了我们的文明历史。当我们有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口高度密集，那我必须要解决我的这个垃圾的问题。当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产品消耗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有很多使用后的这种垃圾就必须面对。你比方说，我们从80年代，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商场还断货，就说你没有那么多产品可买。那到现在为止，你们谁到哪儿去买什么东西，不存在这种问题了。那就说我这物质已经非常丰富了，这么一个很短时间内的一个发展，就对我们这个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过去实际上我们也做垃圾分类，只不过这个分类呢是通过另外一种形式。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把废纸回收回来，然后定期的去卖到回收点，那这也是垃圾分类。那我们生活垃圾这个量有多大呢？我觉得大家肯定就想，哎，我每天也扔不了多少就是点废纸什么的，这个废瓶子是吧？那如果说我们把北京市的垃圾每天就是一天收集起来，你觉得我们会需要多少辆车来运输在20辆，20辆那得是这个非常长的火车，那得不知道多长的火车。就说我大概来之前呢算了一下，正好沿我们2环路转一圈。那我算的依据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垃圾呢有一个容重，是吧？因为它并不是说这个都是实的，是吧？谁去压去咱们这个手工也压不了，是吧？还有一定的容重，大概是0.48。那么这个车呢，它也不是无限长，是吧？假如说我1.5米这么一个，我可以这个往上落，比方说1米，是吧？按这么一个范围算的话，12环，绝对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你再是讲一讲，就我们中国产生的垃圾有多少，一年产生的垃圾，这个有什么形象的比喻来比喻这一件事儿吗？我们中国产生的垃圾如果把它送到月球上去到月球是将近40万公里，是吧？我们可以就是连着一个车一个车的落着，还是双车道。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产生的垃圾也不过就是一天1点几公斤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整个社会产生的垃圾量非常大。就说我们的生活垃圾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一个时候了。但是也有人在讲，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比方说废纸可以再造再生产新纸，那么钢铁也可以提炼钢。当然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要加上一个引号，就是在特定条件下它才变成资源。比方我们这塑料，你可以做任何东西都可以，但如果废塑料上沾有很多其他的脏东西，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利用，或者我后续我要消耗大量的水去给它清洗，我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给它分开。所以大家看到资源属性的时候其实它跟环境属性呢还是密切联系的，就需要我们去开展一些工作提高它的资源属性。而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跟一系列这种垃圾分类不断深入、不断细化是密切结合起来的。有一个理念，就是在日本，它叫城市矿产。
那么其实这个城市矿产的理念，在早期的时候，在日本，废物当中的电子垃圾啊，蕴含了大量的资源，把它看成是城市矿产。实际上，这电子废物，那你混在生活垃圾里边烧掉了，或者说变成其他的这个有害物质了。但是我把它分离出来，哎，这个资源我充分利用了，而且很多一些日本所保有的这个量，其实都已经是很高了，可能比很多国家的那个矿产资源蕴藏量都高。那最近呢，我又加了一个社会属性，垃圾分类其实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社会的作用。那反观就是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我们可能要树立2个理念。一个理念呢，就给我们现在这个上海啊朋友们在做的垃圾分类这个事儿很关键。第2个呢，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减量，怎么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我也在想，就是说我们减少垃圾量，需要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习惯。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盒饭，我得看看到底有多少个无用的东西。这个盖儿你看很漂亮是吧？塑料我估计用的也是很高级的，这个塑料就一定要这样吗？然后这个菜和米饭是不是一定要分开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package 里边啊，其实很多是没用的。那我不能说我们不吃这个快餐，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心里边建一个黑名单？哪个公司给你提供了很多无用的这种东西，你不用的，哎，将来就不要订他的餐盒了嘛。这样实际上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减少我们的这个垃圾量的，这是整体减少。那第2个减少呢，就是我们垃圾分类。分类收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思想观念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一个垃圾的制造者变成一个垃圾的管理者，就是你分类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管理的过程。我到瑞士的时候呢，这个有一次啊，我就看到一个人啊，拿着一大编织袋那个东西过来，在那一放，一个一个的把他的这个里边的东西呢分拣出来，然后投到不同的这个容器里边。比方说塑料、玻璃瓶子、易拉罐，他每一个易拉罐呢，都把它给它裁扁了。让它体积最少，因为这样呢，减少后续的运输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你看，他把一个编织袋瓶子分类投放，至少花了5分钟的时间。但是他在那儿非常耐心地去做这一件事儿，所以实际上还是一个意识问题。它不光是一个意识的提高，它是一种新时尚，一种文明。但是这个垃圾分类呢，实际上它是你投放那个开始，到收集、转运、处理、处置，它是一个整个链条的。大家都在想，如果别人都做好了，我再做。但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话，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做不了的。他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他必须都得要去做，才能把这个事儿支撑起来。我们最近10年来，这个垃圾焚烧方面遇到的这种邻避效应是非常频繁的。很多地方在建这个处理设施的时候，有很多就被打回去了，根本就建不了。这个选到谁家近了都不同意，说怎么破解邻避效应？那我在前几年啊，也到我们的台北，我到这个北投的垃圾焚化厂去了2次，每一次他们都请我到那个叫旋转餐厅吃饭。他已经把他的垃圾场的烟筒变成了一个餐厅，还很舒服。而且呢，就是他给周围居民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一个就是他的公共设施，比方说游泳池等等，和当地居民共享。再一个呢，就他这个边上建了一个就是类似于休闲公园性质的，那当地居民他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便利条件，或者是说是免费享用这些设施。所以我们最近呢一直在思考，包括这个联合国环境大会，其实它形成了一个决议啊，就是零废物啊，就英文叫 zero waste。那这个零废物的这个概念啊，实际上它并不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产生废物，而是说我趋于零的这种填埋，就是到最终处置的时候它尽量减少。通过什么途径呢？通过资源化。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
回收啊，那么废弃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垃圾本身既对立又统一的一个转换。那通过我们的垃圾分类，我们把它很好的利用起来，变成了资源啊，实现了一个循环。我们也通过技术创新，去推动这个循环，让它更精细，效率更高。就是你能做的，恐怕不光是把这个垃圾分类好，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责任，怎么把这个东西它循环起来，包括这个技术的这种研发、这种技术的使用、技术创新，分门别类的。非常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关的技术，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减量，最重要的还是从我做起。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参与进来，然后把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做好。谢谢大家。云南白药气血汤入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气血汤口服液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您在台上讲，我在台下处理雪片般的观众的来信来函，各种小纸条的问题、网友的问题，我一次又一次经受着灵魂的拷问：你是什么垃圾？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物质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听完今天李教授的演讲，希望大家都能有这样的一种紧迫感，而且告诉各位，上海只是第一站，很快，各位就要和上海人民一样挑灯夜读，就是因为环境真的不能再等了。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您的开讲，很多网友提了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网友的问题。好，来，先看第一个。在垃圾分类政策一开始推行就这么严格，会不会给民众带来太多的麻烦？其实我们垃圾分类收集，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的，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呢，你说有没有麻烦？肯定有麻烦，但我不认为是太多麻烦。只要你不是特别反感，就从意识上没有特别抵触这一件事儿，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所以哪一种比较好？您觉得是慢慢的从宽到严，还是说一下子从开始执行我们就把它一步到位？我觉得一开始就要严。为什么严呢？因为你这儿严了，后续的这个处理过程它才能对接。对，你这儿把它没有分好，后续的它必须要建设施，实际上成本就会大大提升。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呢，大家稍微辛苦一点，但是经过我相信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很快就养成一个习惯。我觉得这是还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个知识体系它是相对完整的一个东西。就如果你说先开始松一点，大家不那么严格，你后面这些知识或者说这些做法，你还是要不断的加进来。对对对。所以你反而会觉得越来越麻烦。对，是的。第二个网友的问题，我们来看。能不能实行全国统一的垃圾分类名称和颜色区别？例如湿垃圾在上海颜色是黑色，厦门湿垃圾被称为厨余垃圾，而分类颜色又是绿色。这样的话，你不同城市不一样，会给在城市间奔波的人带来分类的麻烦。能不能未来实行全国统一的垃圾分类原则和标准？这倒是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呢，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在国际上，它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垃圾分类的系统。它各个国家都是采用不同的这种分类的这种标准。其实它也是给它的这个社会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包括它的自然环境。你说这个地方老下雨，它必须要考虑这个下雨的问题。气候潮湿干燥。那你这个有一些处理方式也是一样，有一些在北方它就合适，有的地方在南方它可能就不合适。饮食结构。对，各个方面包括饮食结构都不一样，所以统一的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好像是好的，但是又缺少了这个实用性。所以目前各个地方，实际上它可以制定自己这个城市相关的分类标准和执行办法。是的，但是未来如果真的从立法的层面上真正上升为国家统一法律标准的话，可能这个标准还会有一个统一的过程。国家会有一个统一的，但是你可以有更高的要求。国家的标准在环境方面标准就是。国家是最低最低的要求，底线。各个城市你可以做得更好啊。接下来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李教授您好，之前我和同学参加了创新创业大赛，我做的项目就是关于垃圾分类。请问垃圾分类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它的前景如何？是吧？我可以问问是哪位？交流一下心得。哎，好，来，你是做的是垃圾分类这个项目是吧？是的，是的。是个什么项目？就是研发一种技术，是一种芯片，创立一个 APP 与垃圾桶上的芯片相连，用户只需要扫码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它的分类。其实这是一个最近的一个比较热的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加，就是再生资源这个领域是采用的。比方说家电类的，因为这个呢，你在网上交投，然后上门收集，从消费者，哎，你这个可以获得最好的一个收益。然后从企业呢，他知道，哎，谁这个什么时间他想这个把这个给放弃，所以这样呢，它是一个收集体系的一个部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讲的这个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大数据啊。对。其实你看我们很多生活居民区啊，它一段时间它有很多特殊的这种废物。你比方说一个新建的小区，很多人是新买电器，实际上这些信息，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大数据啊，来把它输进去，那你就大致上一个判断，几年之后，对，它可能会进入更新换代高峰期，就是在你整个城市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你肯定考虑将来这个地方你要给它更多的运力来解决它的这一方面的垃圾，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你的这个想法啊，我觉得创新创业大赛可能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户。是。但是未来真正的天地非常的广阔。是。谢谢。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6位青年代表。小撒老师好，李教授好。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年轻人，上海的大街小巷已经开始了垃圾分类的实施，大家很激烈的讨论，拿猪这个案例来验证，猪能吃的就是湿垃圾，猪不能吃的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那么对于这种分类标准的看法，李教授觉得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猪分类法它是有道理的，因为猪呢，杂食性动物。对，杂食，但是它首先是食。对。但它得能吃。对。当然你说它偶尔吃了个塑料袋，它吃进去了，那它不是说它愿意吃那个，它是误食是吧？所以关键就是这个东西它能吃，说明它可以生物降解，它可以进入到这个后续的这个处理系统里边。所以这个很形象，我觉得它还是很管事儿，很管用。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上海就被大家讨论，确实也是你怎么把垃圾分类变得更通俗易懂。其实这背后是大家这样一个诉求。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小习惯。记录垃圾，记录垃圾。对，我会把自己产生的干垃圾，把它干净的保存下来，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会拍一个照片，记录总结一下。然后我通过垃圾记录呢，我才真正的开始认识到垃圾分类这个问题，然后也会考虑到怎么减少自己垃圾。那么李教授认为，在未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也好，人们意识提高也好，您觉得无废时代真的可以实现吗？我们推崇的并不是说你不能产生，因为我要生活的话，我肯定要产生。但是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我整个这个自然循环系统，尽量让它在系统里边去循环，然后不到这个系统之外。比方说通过处置啊。因为我们处置把它放在填埋场里边，它永远在那个地方。对。排放出去了，它也是进入到环境里边了。我尽量把这个系统让它循环起来。通过这个理念，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100%达到，但是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因为循环起来它是需要能源输入的，能源够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到。但是问题是，我不能是消耗很多的能源做一件小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是需要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这是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来推动啊，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任务。谢谢李教授，我也相信一定会这样。下一位。小撒老师好，李教授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第2幼儿园的一名老师。幼儿园老师？是个幼师。哦，你好。今天我很开心能来到这个节目，然后同时也从西藏带来一些特殊的礼物给李教授。这是什么？啊，是一个小裙子。这件衣服是我们学生家长给他们做的，然后这些的材料都是一些尼龙带，还有塑料盒，
然后塑料袋，然后还有一些家里闲着的一些丝带。好看，好看，好看，很潇洒。这全都是用这些材料做的哈。都是废制品，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生活上的垃圾，这都是我们想教育我们的幼儿，是可以通过绿色环保的形式，可以展现出他们自己的最时尚的一面。我们垃圾分类这一块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娃娃抓起，小手拉大手这么一种方式。因为有的时候这小孩在学校受到教育之后啊，他是非常坚决的，所以通过这种形式呢，其实你们的作用就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我们长久的这种素质的提高，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是非常关键。老师们用心良苦啊。其实像我的话是在北京待了10多年，然后我想通过在北京生活跟在牧区生活，想做个小小的对比。比如说在北京的话，我可能一天可以产生很多的生活垃圾，但是在我们牧区，从1日3餐为主的话，几乎是零消耗的。比如说我们要吃饭用的生活也是牛粪做的，所以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就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方面你会怎么看呢？就说我们从社会发展来讲，也不太可能再回归到我们不用汽车、不消费产品，或者不去用手机这种生活当中去。但是呢，确实要能够发扬多样性。过去都讲生物多样性，其实生活方式也有多样性。比方我自己在想，也许我老了之后呢，我就希望到一个这种地方去，不消耗这种高科技产品，就直接就回归自然。可能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它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牧区的这种生活方式呢，确实它是很环保，也是很绿色的，但是它适用于跟你的理念比较适应的这么一个人群，或者是说人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好，谢谢李教授，这里。下一位，小发老师好，李教授好。对于刚才大家说的垃圾分类，我觉得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从事这个垃圾分拣的工作已经差不多将近10来年了。哦，专业人士。你是做垃圾分拣工作？对。在环卫部门吗？我是在废品回收站工作。废品回收站。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进行垃圾分拣。我觉得垃圾分类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塑料的种类太多了。就拿我们废品站来说的话，我们每天会把收回来的废品按照它的不同的材质去区分。像我们喝的饮料的瓶子，它属于 PET 材质的；像小孩子的玩具啊，它一般是属于 PS 的。即使我们这样细分，也只达到80%。如果要是将这些废品垃圾再生利用的话，还需要去精细分。就像我每天的工作，早上6点到晚上7点，基本上才能大概去完成当天这个垃圾分拣的工作量。所以李教授，我想问您，您觉得未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提高垃圾分拣的效率跟精准度，以便于让这些垃圾能够更好的再回收再利用呢？听到你讲的80%的这种分离效率，其实还是需要再提高的。对。因为混合的塑料它的价值是非常低。对。所以从这个后端的这种综合利用的角度来说呢，还得要进一步提升这一块的这个效果和效率，必须要各个方面要配合。比方说，就是我前端进来的东西呢，它得适合于后边这个机械装备。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好的企业，它把不同的塑料呢，它能给它分开，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你混在一起的东西都能分开。所以分拣呢，可能还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去采用的一个方式。你在这个分拣的过程中怎么识别，快速识别？当然，你们现在可能是通过这个你们的观察，也可能有些人通过一些小的设备，可以提高这个效率。所以上海市民，即便是像现在这样把垃圾分成4类，垃圾到了后面的一个链条，比如说到你们面前，你们还要再分2份。甚至你们分完的可能也只能达到80%，剩下还有一部分还要继续再细分，否则没法使用。对，是这样的。你即使到发达国家去了之后，你也会发现，他也有人在从事那个分拣工作。因为目前可能技术上还没法完全做到自动化，可能有些判断和必须是人工完成，因为太复杂了。太复杂。因为形状不一样，对，然后材质不一样，用的东西也不一样。对，差别太大了。
谢谢李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国家开始禁止垃圾进口了。然后去年的话，这个塑料垃圾的价格它是呈现一个上涨的趋势，但是今年呢，它所有塑料的价格又是呈现一个普遍全部下跌的趋势。那么您觉得禁止垃圾进口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它给我们的未来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将是什么呢？禁止洋垃圾呢，实际上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环境污染，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禁止洋垃圾，实际上是跟我们国家的绿色发展的这种政策是相关的。因为你要发展，就靠过去的那种资源密集型的这种加工。我用一个很便宜的原材料生产一个很便宜的产品，这个过程我们其实没有多少经济成果在这里边的，但反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产生大量的污染物排放。所以说，通过洋垃圾进口，大家对资源的这个感觉就会不一样了。那你获取的通道少了之后呢，资源的价值就会充分体现出来，所以就需要把它变成个价值更高的产品。那价值更高的产品靠什么呢？就要靠技术创新。那我们的智慧就会变成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所以从2个方面来讲啊，就是禁止洋垃圾进口，实际上对我们国家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也是逼着自己要做一个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对。是的，虽然我每天的工作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不是从事了这份职业，我可能和很多人一样，不明白我们丢掉的很多垃圾其实都是资源，都是可以再生、可以回收、可以利用的。你是在哪个城市啊？我在江苏苏州。苏州。对。你一定特别期待苏州像上海一样吧？就哪一天是的苏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居民都能够提前分好4类，再到你们那儿，可能你们的工作量会大为减轻。对，谢谢小撒老师，谢谢李教授。下一位。小撒老师好，李教授您好。很荣幸，我也是一位从事城市垃圾处理的一份子。我们做的呢，就是处理城市的绿色垃圾。它在城市里比较多的就是园林绿化废弃物，就是平时我们绿化修剪下来的枯枝烂叶。在杭州每年就有50万吨，北京可能是杭州的4倍，所以我们就研发了一种小型化、可移动的设备。这样的设备，它一天可以处理绿色垃圾大约在8到10吨，能产生大约1到2万人日常所需的热水。热水？热水，是的。在杭州，你做过调查，比如说小区的热水是多少钱1吨？小区大约到30、40块钱吧。如果你这个方法肯定是比这个要低很多吧？是的，我们现在用的其实是一种高温的方式。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更好，甚至是更高科技的技术？垃圾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就是针对这一类垃圾，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觉得，第一，它是生物类的这种垃圾。如果它不影响我们的这种景观的情况下，本身就在一个树里边，那它落叶就落叶嘛，也没关系啊，就是林子里边是吧？它就在那儿待着就行了。反正最后它会腐烂降解。最后它会腐烂降解，所以它就回归到它的生态系统里边。我们要解决园林垃圾，实际上是针对就是我必须解决这一部分。你的这个技术方案呢，它也是一种解决方法。也有的地方它通过把这些园林垃圾呢作为一种堆肥的形式，我也见过。因为这主要最终还是取决于就是你的经济和环境的这个绩效到底行不行？对。以前大家对垃圾处理的印象，总是觉得垃圾处理可能一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在您看来，就是怎么样去解决，甚至新的技术应该怎么样去推广？在新技术利用上，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技术的这种验证。就是你这个技术，你说新那没用是吧？那得通过验证，说它符合相关的这个标准或者技术规范的要求，尤其是在环境方面的这种污染排放控制，要满足要求。所以这个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验证过程。
比方说像这个等离子体的一些粉烧炉啊什么之类的等等一些很多这种很高阶技术，但是它并不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它可能在某些领域里边它能适应，在很多方面它也不能再进一步的推广。所以在这里也实际上澄清了一个概念，就过去我们说到垃圾处理，可能大家想要么就烧了，要么就埋了，但实际上今天在技术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垃圾处理其实上是把这些过去的垃圾变成可以再利用的东西。所以垃圾处理绝不是说把它处理掉就完了，垃圾处理是希望像你们更多的这种有想法的人，能够找到更多途径，让它能够被我们再利用。谢谢。谢谢。最后我们还有一位青年代表肖薇。小萨老师好，李教授好。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是中山綦江公园，它是由一座旧船厂改造而成的公园。在这座旧船厂内有很多废弃的工业设施，包括水塔、农民吊等等。水塔拿个玻璃罩子给罩起来了，是吧？对，设计师通过现代的一些设计手法，通过艺术化的处理，给予了这些废弃的工业设施一些全新的生命。你是设计师？我是一名景观设计师。我觉得这个从理论上讲啊，你讲的这个废弃物太大了，不是我的研究范围。但是呢，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场地啊，如果是不利用的话，它又产生很多垃圾，这些也需要处理。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体会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城市其实应该至少有这么一个地方，把我们的这工业设施变成一个旅游的这么个地方啊，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感受过去的我们一些生产生活方式啊等等，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因为我在国外看到过很多，比方说用玻璃瓶子做一个建筑，然后用这个 PET 的瓶，就是那种饮料的瓶，然后做一个建筑物，就很大的一个楼。就是我废物不光是这个变成资源，它也可以成为艺术品。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项目，关于城市棕地的改造设计，包括一些垃圾填埋场啊、工业废弃地等等。那么这些场地往往被以前的垃圾污染过。那么我就想请问李教授，在您的研究领域有没有一些更加自然、更加生态的土地修复的技术或者方法呢？本节目由金鸿魔法冰箱赞助播出，金鸿冰箱给你健康。那具体就是说，我们要解决这个污染场地，假如说我需要修复，其实这还真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也教这一门课，给学生讲各种各样的这种处理技术。对于有污染土壤的，比方说一种气体抽提技术；对于重金属污染的，怎么把它拿出来给它清洗，然后再加一些药剂给它怎么做进行处理，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些技术啊，你说哪一种技术李老师推荐？我觉得我都不会推荐，因为每一种技术它有它的适用范围。对，它是根据场地的情况，根据它的污染物的情况来确定的。但我觉得这既是一个这个行业，也是一个这个研究的领域，需要很多人去做的。李教授回答得非常实在，就看你这个项目的本身给你的条件是什么，再来选择技术和方案。谢谢李老师，谢谢小邵老师。李老师今天给我们讲了关于垃圾分类的，不仅仅是最普及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些常识性的讲解，更重要的是，李老师今天让我们看到了，其实简单的垃圾这两个字的背后，我们人类围绕着它要做多少的事情。不知不觉当中，也许我们已经生活在被垃圾包围甚至威胁的状态下，但我们可能浑然不自觉。但是，一旦我们发现了问题，再去逃避和回避，那就显得不理智了。所以我也听到这样一个说法，说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其实这个话应该反过来说，真正的好日子快开始了。这个好日子不仅是你自己的，更是子孙后代的。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金慧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你啊，谢谢。